我重生的第一件事就是疯狂翘课锻炼身体，即使是面对老师的挂科警告和女友柳如烟的分手，我也无动于衷。只因重活一世的我知道，只要再过1个月，全球就会长出各种恶魔果实，届时只要得到恶魔果实者，就能得到超凡力量。而前世我即使获得了超凡能力，却还是因为果实能力低能和身体素质太差，惨死在丧尸潮之中。如今自己重生，当然要利用先知优势，把握一切可以利用的。据自己所知，前世就有一颗恶魔果实在学校附近一家名为你太美的水果店中出现，但是自己并不清楚这颗恶魔果实具体出现的时间，因此重生后，我每日都要来这家水果店买一些水果，顺便看看那一颗恶魔果实是否已经出现。走进店中，我照例挨个逛一圈，每一个水果都不放过。当我走到桃子区域时，忽然2根紫色的短枝条引起了我的注意，扒开埋在上面的一大群桃子，这紫色短枝条的本体赫然暴露在眼前。没错，和自己记忆中那一颗果实一模一样，这是海贼世界中4皇凯多的恶魔果实，是后世报道出来的，知道明确果实位置的最强一颗。太好了，我心中大喜，结账带着1兜水果，刚刚走出店门，迎面就来了一个身材颇为壮硕的中年男子。很快，一个前世记忆中的面容就与眼前男人融合，赫然就是前世青龙果实的使用者。我暗道万幸，若自己再晚来一步，青龙果实就被这个人买走了。回到宿舍，我不再犹豫，拿起果实一口咬下，仿佛泔水桶混入了化粉池，用变馊的抹布在里面涮几下后塞入口中，恶心的我险些吐出来，但我还是强忍住恶心将果肉咽下，又一发狠心，索性将剩余果皮、果核、叶子、短短的紫色枝条全部吞下。良久，我深呼一口气，奇迹的种子已经种下，就等待着奇迹的发生。随后我拿出手机，开始浏览短视频和贴吧，又在各大短视频平台和贴吧里浏览了一圈，并将一个 ID 输入搜索框，点开第一个视频。兄弟们，看到这颗响雷果实了吗？我在评论区拍卖，价高者得。我看到后心动不已，虽然我已经吃下青龙果实，不能吃第2颗，但是末世来临，所有人都知道恶魔果实的价值后，一颗果实万金难求，这是最重要的交换资源。就算不用来交换，我也可以给自己父母、给妹妹吃，或者也并非完全没有办法吃第2颗恶魔果实，只不过那需要实力、气运和机缘。没有在评论区留言，我直接对这个名叫高贵毛总的黄毛私信：兄弟，这个果子做的不错，跟真的一样，我要了。想必你也知道，评论区那些人都是起哄，要什么价你直接开，合理的话我立刻买。兄弟，这可是真的恶魔果实，我要个100万不过分吧？真的你怎么不吃？如果您诚心想卖，就给个正常价格，不然我就把你拉黑了。那10万，一口价1000，你这个品相的手办，这个价格已经到顶了。还以为能多坑点钱呢，但1000也还行，足够潇洒一阵子。行，你给钱，我给你寄过去。你也不是商家，如果我给了钱，你不给货咋办？给个地址，我去找你当面交易。黄毛也不在乎，当面就当面，他还能抢我是咋地？地址到手后，我一路疾驰，2个半小时便来到了黄毛所说县城车站。你是买恶魔果实那人？给个付款码吧，我看一眼果实真假，就扫码付账。先交钱，再交货。咋地？还怕我赖账？这里可是你的地盘。黄毛一想也对，自己在这一片混混界中也算小有名气，这个人敢不给钱，他一个电话就能叫来一群好兄弟。我接过他手中袋子，将里面的果实掏出来，心跳不自觉地加快。这颗绝对是真的恶魔果实，我立刻扫码1000给黄毛，带上果实继续返回自己的学校。若非这小县城不通火车，我直接就在这里上车回家了。返回的路上，我打开手机刷短视频，忽然一条视频引起了我的注意。近日有许多病人忽然昏迷，并且也有不少人身上出现奇怪的斑点。专家说，这极有可能是一种新型流感，呼吁大家戴好口罩，做好防护工作。看到这条新闻，我心中咯噔一下，昏迷，许多人身上出现斑点，这都是末世爆发的前兆。回到寝室，我抓起早就收拾好的行李就要出门，就在这时，身后忽然传来一声惊叫，不少人昏倒在地，并且身体开始出现斑点。与此同时，一股莫名恐怖的压力降临，所有人都感到心中一沉。而后，这些昏迷的人全部发生惊人异变，这些人眼珠暴突，指甲变得如同野兽般尖锐而细长，他们如同丧尸般从一间间宿舍冲出。无数学生哭爹喊娘的朝外面跑去，而我也在这一刻感到一股来自于血脉深处的力量觉醒。那股力量狂暴而强大，是之前吃下的恶魔果实的力量。青龙之力于身体中浮现，我仰头嘶吼，发出一声嘹亮的龙吟，皮肤上出现青色龙鳞，头顶出现龙角，双手双脚化作龙爪，我整个人开始龙化。这一幕一顿时将楼道里的同学们惊得不轻，以为我也和那些丧尸一样成为怪物。变成人兽形态后，我体质大增，力量、防御、速度、恢复能力等都有着极大的提高。恰此时，身后2头的丧尸怒吼着向我咬来，我伸出龙爪，轻易就将两人拍飞了出去。另一个寝室中又有一头丧尸，我直接张口喷出一道热息，灼热的火焰瞬间将眼前丧尸吞没。但这一口热息后，我顿觉体力下降许多。恶魔果实的能力依靠体力，哪怕以后有了霸气，其实消耗的也是体力。第一审死期间就是一个断体的阶段。我不是凯多那种鬼族，更没有凯多怪物般的体质，因此就算得到青龙果实，我所能发挥出来的威力也远不及凯多。我从背包里掏出了一根棒球棍，这根棒球棍是我特别定制的加厚加重版，很适合爆头丧尸。我抡起棒球棍，
上面缠绕着丝丝电流。青龙果实能够操纵风、火、电3种自然元素，虽然其威力不如自然气，但用来加强攻击力也已经足够。我在楼道中大杀四方，很快就引起了其他同学的注意。也正是因为有我一直击杀丧尸，也给了那些同学喘息之机。我缠绕着电流的棒球棍当真如雷鸣八卦一般，丧尸在我面前基本是一棒子一个秒杀。但他并未沉浸在杀戮的快感中，而是一边战斗一边快速向楼下冲去。现在当务之急有2件事，一件事想办法回家，这一事不能让父母和妹妹再受到欺负了；另一件事就是用最快速度杀够100个丧尸，因为只要单人杀掉100个丧尸，神赐会开启，届时我就能从中获得3次修行法，加速自己实力的提升。青龙可以飞，但以我现在的体力，绝对坚持不到飞回家。一路上，我抡起铁棒，如同一尊青龙战神所向披靡，身后聚集了一大群学生，想要跟在我身后离开楼道。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末日中已经没有安全的地方，躲在宿舍里关上门，反倒可以多活一段时间。冲出楼道之后，我眼睛眯了起来，楼下的情况简直令人头皮发麻。这个学校曾经是一座乱葬岗，校园传闻这里阴煞之气浓郁，居民楼盖在这里导致许多人生病。后来还是一个风水大师建议盖一座学校，用青年人至刚至阳的血气消磨此地阴煞。现在这些已经变成枯骨的尸体，在丧尸病毒的感染下，尽数从地下钻出，袭击看到的每一个活人。谁来救救我？校园里大乱，每个人都在疯狂逃命，他们慌不择路，互相冲撞，但我不管他们，认准校门方向大踏步。沿途的丧尸也好，骷髅也好，全队放肆大爆。终于，在我杀到校门口时，身体忽然凝滞不动。不仅是我，所有人包括丧尸都停在了原地，就如同整个世界被按下时间暂停键一般。第一神赐，恶魔果实降临，神赐空间开启。而后，我只觉眼前一黑，在醒来时便已身处一个奇异的空间。这里没有空间，没有时间，只有一大一小2个光屏。大光屏上有神赐商店4个大字，小光屏上则有个人面板4字。这些东西我在上一世中早已熟知，那是未知存在赐下的机缘，可以通过积分兑换相应物品，有功法、战绩、装备、药剂等。以你为第一个猎杀丧尸达到100积分者，将获得神赐奖励；又以你在末世降临的10分钟内达到100积分，神赐奖励评级提升，你可从以下3个奖励中任选其一。我愕然，这是我上一世未曾经历的内容。奖励1：完美果实，使你当前青龙果实达到完美状态，完全消除青龙果实副作用。副作用消除后，不仅可以无视海楼石和海水克制，还能再吃1颗恶魔果实而不会身体爆炸。奖励2：霸气天才，无需积分兑换，无需修行，直接觉醒3色霸气，且就算自己不主动修炼，3色霸气也将自动缓慢成长。若主动修炼，那么你的3色霸气修炼速度将提升1倍。奖励3：斩尸神器，你可获得一把自定义类型的武器，该武器为无上大快刀级别，并且该武器对丧尸造成的伤害翻倍。果实、霸气、武器3选1。1和3可以立刻提升战力，2可以缓慢提升战力，但上限会更高。以我上一世获得第2神赐的经验来看，至少到那个时候，霸气还没有过时。正在我犹豫之际，忽然想起凯老师的金玉良言：霸气才是根本。罗杰、香克斯、卡普都没有果实能力，不还是成为举世无敌的强者？甚至凯老师为了追求霸气的提升，都没有怎么好好开发果实。打王路飞的时候，连觉醒都没有。选2：霸气天才。我不再犹豫，能力再精不在多，青龙果实有多强，取决于自己体质有多强。能将1颗果实开发到极限就已经不易。下一刻，福至心灵，我直接觉醒3色霸气，一道黑色而薄弱的霸气覆盖在拳头上，这是武装色。紧接着，我又用10积分兑换了5块水水肉，这是能迅速补充体力的食物，能让我在战斗中坚持更久。而个人面板提供的不仅是个人属性，还是通讯工具。当末日中人类的文明建设被破坏，所有人都是靠着个人面板的通讯功能来保持联系，并且这里面还很人性化的给分了许多频道。此时已经有不少人开始互相聊了起来。空间凝滞马上结束，以后可以随意念进入神赐空间。我只觉得眼前一黑，再次醒来时，意识又回到了身体之中，周围是无穷无尽的丧尸，以及慌乱不知所措的同学老师。我将1块水水肉塞进口中，一边狼吞虎咽，一边继续向校门外冲锋。忽然心有所感，我立刻腾挪身位，就在我刚刚站立的位置，就有一只骷髅手臂伸出，是见闻色霸气，缠绕着电流的棒球棍3下5除2，将冲来的几头丧尸灭杀。而后我变回人形，直接钻进车里，开足马力向城外冲去。路上逃难的车辆不绝，他们以为丧尸在城市中爆发，就想逃到人烟稀少的地方苟延残喘。可是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一寸净土。车子里此时还在播放着广播，是国家紧急通知，所有人不要慌乱，待在家里关好门窗。我们的部队已经出动，我们的生物实验室也在研制解毒药剂，请大家维持秩序，不要乱。第一波
丧尸病毒在空气中传播，体质弱者会被感染，因此医院和养老院是感染多发区。当末日降临后，丧尸病毒的主要传播方式就是依靠撕咬、血液传播。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最好体质的部队军人被感染的几率极低，所以在末日来临时，军队还能发挥出一定的功效。可是我知道这并不能持久，军队若想快速肃清丧尸，就要使用枪械等热武器，但是如此一来就无法得到积分，没有积分就不能变强。当丧尸不断变强，并最终无惧常规热武器时，军队就越发乏力，社会秩序崩溃。现在唯一的生机是全民戒备，与丧尸搏斗。这是一场优胜劣汰的生存竞赛。车子急速行驶，哪怕前方有丧尸拦路，我也选择蛮横地冲撞过去。忽然手机铃声响起，电话一接通，就传来妹妹焦急而惊恐的声音：“哥，你在哪儿？外面好多丧尸，太可怕了。”我没事，你怎么样？爸妈还好吗？妈听你的，提前请假并把我接回家了。爸还在医院，他说将办公室锁了，暂时没事。哥，你可真神，要不是你硬让妈请假，我们现在可能已经死外面了。熬夜这1个月一直都很疑惑，哥哥每天都买大量生活物资往家里送，他们问也不说，也不知道他这么多钱到底是哪儿来的。我自己当然没钱，1个月时间也不够挣钱，但既然末日即将来临，我还有什么好怕的？把所有平台都借了一遍，若非没法向父母解释，我恐怕连房子都要抵押出去。但是有神赐空间的存在，其实也没必要储存太多物资，这些只是为了应急之用。正聊着呢，前面一辆豪车为了躲避忽然扑来的丧尸而侧翻，直接引发了一场连环车祸，不少车辆纷纷撞上，并车毁人亡。我早就预料到这一幕，此刻要停车已经来不及。我伸手抓住背包和棒球棍，直接换到新的姿态，撞破车顶向天上飞去。燕云托举着身体，青龙扶摇直上，神奇的一幕惊呆了路上所有人，这让本就激烈的车祸更加庞大。没工夫理会下方嘈杂的车祸现场，我钻进云层，朝着自己方向直线飞去，偶尔从背包中掏出一块水肉补充体力。我现在并不能飞太久。终于在所有水肉全部耗尽时，我也从空中降落，并重新变回人形态。大致扫了眼周围，并没有看到丧尸，我赶紧进入神赐空间，再次兑换5块水肉，并全部塞入背包之中。现在的背包里只有这5块水肉以及1颗响雷果实。吃下1块水肉，我没有再次腾飞。水肉虽然可以补充体力，但若是持续依靠其恢复，那么体力的消耗就会越来越快，且精神的疲惫无法被补充。打开地图看了看，我现在需要找到一条公路，并劫一辆车。找准方向后，方才再次变成青龙。这一次，我仅飞了10分钟，便看到下方一条高速公路，上面有无数汽车在快速行驶，而我要找一辆坚固的越野车。下方车流中，许多人都看到了天空中飞翔的青龙，立刻就有人将这一幕用手机拍了下来，并上传到神赐空间的通讯频道之中。家人们，我看到了一条龙，好大的青龙，得有近100米长吧？青龙应该是凯多的青龙果实吧？不知道是谁运气这么好，能获得这种强大的幻兽种。我曾经获得1颗响雷果实，但是我以为那是假的，就给卖掉了。1颗真的恶魔果实，还是稀有自然系中的响雷果实，它竟然只卖1000。小黄毛现在想抽死自己。从冀州到豫州的高速公路上空，化作青龙的我，终于发现一辆看起来极其坚固的越野车，正准备落下搭个顺风车时，忽然眼角余光瞥到公路旁的一棵大树上，有一抹暗淡的光芒闪烁，心中有一丝悸动。我向那一棵大树落去，当临近时，一双龙眼猛然瞪大，偏住我眼。只见那棵不会结果的杨树顶端，茂密的枝叶中竟悬挂着一颗果子。这颗果子形如玉米，通体金黄，并附带白色卷曲纹路，竟是自己没见过的果实。不过这也正常，末世中的恶魔果实远比漫画中要多。漫画里不过数十，但是根据自己潜意识中被统计出来的果实，足足有数万之多。当然，其中大部分都是动物系，幻兽种也没有那么少。毕竟全世界各个民族的神话数不胜数，其中的每一个神兽、魔兽等都会成为一颗新的幻兽种。但是哪怕幻兽种烂大街，也依旧无愧最强称号。我伸出龙爪将这颗果子摘下，放入身后大背包。等自己积分达到1000之后，就可以在神赐空间中开启一项新的权限——恶魔果实鉴定，这样就可以避免吃下一些不合心意的果实。当然，鉴定费很贵，每一次鉴定都需要花费足足1000积分。正当我准备再次追上那辆越野车时，前方一辆大货车突然发生侧翻，3头丧尸从车子中爬出，开始阻挡攻击周围车辆。但是这个时候哪辆车子敢停？全都一踩油门从丧尸身上冲了过去，并左右摇摆试图将丧尸甩下来。这种行为直接引发了连环车祸。我瞥了眼那边，没有理会，而是降落到侧翻的大货车旁，化作人兽形态，拖住其侧翻的一面，硬生生将其翻了过来。青龙果实提供的力量极其恐怖。随后我钻入车中，直接向前开去。当来到连环车祸现场时，再次化作神龙，将挡住自己去路的汽车残骸尽数挪开。身后的那些车辆从我清理出来的路面中通行，竟然不自觉地紧跟在我身后。我从后视镜中看到了这一幕，但是无所谓，这些人想跟就跟嘛，只要不影响到我的行动就好。车祸频繁发生，我也时不时下车解决丧尸并清理路面。只要你肯保护我，我可以给你用不完的钱。一身富态、大腹便便的中年油腻男人向我露出了讨好的笑容。再向前1
一步。4。中年男人惊恐的竟不由自主的跪了下来，仿佛面前这位龙化的青年是这天地间的至尊。淡淡的霸王色将一群准备前来搭话的人吓得呆滞在原地。可是生死危机下，还是有人想要为自己搏一把。一名姿容姣好的御姐型美女大着胆子走上前来，哪怕是末世中，她依旧打扮得如此靓丽。小哥，能带上我吗？你可以对我做任何事情。可是我给予她的依旧是一句冷冰冰的滚。正当我刚刚解除能力要上车时，身后又走来了一名壮硕的男人。这位先生，我愿为您效忠。他见我没有要停下的意思，赶紧用最快速度推销自己。先生，我也看过不少末世文，您虽强大，难道不要人手建造基地吗？我孟奎别的本事没有，一把子力气还是有的。我是一名搏击教练，肯定能帮上您的忙。我停下脚步，回头看了他一眼，摸着下巴思考了一阵。这个人说的不错，文明秩序即将彻底覆灭，要在末世生存，我需要建造属于自己的安全基地，用来和丧尸对抗。这些丧尸的成长速度极快，仅靠自己也很难无时无刻的保护家人。上车吧。见我同意，孟奎欣喜不已，自己的包裹、行李、车子什么的都不要了，生怕晚一步我就弃他而去。他也不敢上副驾驶，而是利用自己的身体素质爬上后面的车厢。孟奎的成功让其他人看到了希望。这位大佬也不是完全不近人情，然而油腻中年男人刚开口就被我打断了。我就算要招人，也不可能直接在这里招太多，前期有一个孟奎也够用了，而且这个人的忠诚度还是个问题，需要慢慢考验。请给我一个机会，我的能力和我的命都将用于实现您的目标。这女人看着是个狠人，也许能够成就一番大事。我深深地看了女人一眼，上车。女人大喜，没有我的同意，她也不敢进副驾驶，而是不顾形象的努力爬上后车厢。我注视着这一幕，暗暗点头。这女人未必只是个花瓶，而后方其他人也想如这两人一样。可是我霸王色再次一震，众人皆惊倒在地。有资深海迷认出了这种王者之气。我的天，大佬已经觉醒了霸王色。回到车上，我发动车子继续前进，足足行进了2个半小时，我才找到了路边服务区。只不过这里已经被丧尸所占据，路过的行人本想进入这里补充燃油和食物，但是看到盘踞在这里的大批丧尸，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但我就没有这个顾虑了。大货车刚刚停在这里，一群丧尸就围了过来。驾驶室他们进不去，就试图爬上车厢攻击孟奎和那美女。两人恐惧地缩在车厢中，不敢露头。我开门直接进入人兽形态，手中棒球棍随手便将爬车的几头丧尸砸死。而后方一直跟着自己的车队也来到了这片服务区。他们本想等我清理掉丧尸后补充一些物资，然而他们的出现瞬间吸引大批丧尸朝着他们扑了过去。无奈之下，这些车队只好离开，而我一棒一个，很快杀掉了所有丧尸，只留了一只丧尸给孟奎练手。孟奎不愧是搏击教练，力量、速度、战斗的反应等都很不错。当我加完油后，他也成功将这头丧尸击杀。补充完物资之后，我才询问起旗袍美女的名字。虽然这女人看起来细胳膊细腿的没什么用，但自从上了自己的车后，一直表现得不错。丧尸爬车她也没有大喊大叫，这让她在我心中的评分又高了一些。我叫柳夕瑶。女人见我终于问她的名字，连忙回答：坐副驾驶吧，不用爬车厢了。我的话语让柳夕瑶惊喜，这说明这位年轻人认可了自己。是，主人。他的称呼再次令我感到惊愕，他甚至不问自己的名字，而是直接尊称为主人，放得下面子和身段，这样的人才能在末世中更好的活下去。很快我们就出发了，路上我再次接到妹妹熬月的电话。哥，你在哪儿？爸被困在医院办公室里，我听说医院里的丧尸是最多的，爸也没有食物和水，我好怕他出事。熬月的声音带有哭腔，旁边还有母亲的声音。小新，你们学校怎么样了？你保护好自己，爸妈会想办法救你的。妈，你们别担心，我获得了凯老师的青龙果实哟，比自然系还强大。哥，视频里的青龙是你吗？他好帅呀！说起恶魔果实，熬月立刻不怕了。我们兄妹俩在电话里足足聊了1个钟头。挂断电话后，我又给父亲打了过去，告诉他自己现在是能力者，很快就能回去救他，让他躲好，不要冒险冲出去。此时坐在办公室中，焦躁而无可奈何的敖康这才放下心来，嘱咐了句小心后，就静静等待儿子的救援。当我开着大货车进入汴城时，已是深夜。此刻的街道上满是漫无目的游荡的丧尸。寂静的夜，大货车轰隆隆的声音是那么刺耳，还在惊恐中久久不能入睡的人们纷纷打开窗户查看外面的情况。我没有回家，而是直接前往中心医院，这里聚集着数百头丧尸。我下车后直接进入人兽形态，电流缠绕上棒球棍，在丧尸群中肆意杀戮着。走入医院，这里已经看不到一个活人。你们俩先在这里等我，我把我爸接出来，咱们再走。在我离开后，孟奎两人立刻躲进一旁的房间，并用大量桌椅将门堵住，等待着我归来。我一边击杀丧尸，一边拿起手机与父亲通话。爸，我已经到你们医院了，你在哪间办公室？另一边，敖康又饿又渴，还被外面不停撞门的丧尸折磨着精神。此刻深夜，他昏昏沉沉中半睡半醒，忽然被手机惊醒，一看是儿子的电话，立马就来了精神。小心，医院里有很多丧尸。他没有说自己的位置，反而先让我注意安全，直到我给他打了个视频通话，看到我龙人模样大杀四方的英姿，敖康方才放下心来，为我指明方向。我很快就来到角落一间办公室门前，这里聚集着12头丧尸，在不停地撞击屋门，屋门也出现了不少破洞。若非敖康用大量桌椅堵住大门，丧尸早已经冲了进来将它撕碎。我抡起铁棒将这些丧尸尽数爆
爆头，随后一脚暴力踹开了房门。屋子中的父亲虽然状态不佳，但身体完好，这就是最大的好消息。敖康一边大口吃着我给的水和肉，一边打量面前威武的龙人。这就是你和小月说的恶魔果实能力吗？被困在办公室的敖康也趁这个时间看了不少神次空间的通讯频道中的视频和评论，大致知道了一些有关海贼王的事情。嘿嘿，我傻笑一声，随手一棒子敲死又一头闯进来的丧尸。怎么样，你儿子帅吧？臭小子，帅呆了！敖康在逃跑的短短时间内就目睹了无数被丧尸所杀的人，如今自己一家竟能安好，这已经是末世中最大的好消息了。带着父亲离开医院的路上，我还能看到有些房子破烂的门洞中有人向外观察。当看到敖康跟着一个龙人离开，那龙人又生猛的一劈时，顿时有人叫道：“老，救救我！”敖康看到同事呼救，脸上露出一抹不忍。小心，也救救他们吧，都是同事，怪可怜的。救出来又如何？难道我还要再把他们挨个送回家？就算回家了，难道就能活下去？不理会这群人的呼喊，我拉着父亲快速离开。经过孟奎和柳西瑶的房间时，我清理掉撞门的丧尸后，一棒子敲碎了房门，将二人带出。大人，主人。看到我返回，两人立刻恭敬出声。敖康却是惊了，他不可思议地望向我，一名肌肉壮汉，一名绝美女人，这样的人为何会如此尊敬自己的儿子？而且他听得清清楚楚，那个美女喊自己儿子为主人。哦，卖高的，儿子背着自己这么会玩吗？饶是以我两世为人的脸皮，此时竟也有些发烫，但还是故作镇定。路上收的2个小弟，但敖康的眼神分明是不信，一副你肯定没说实话的表情。我无语了，也不打算继续解释。带他们回到大货车处，让父亲坐上副驾驶后，又将柳西瑶赶回了后车厢。回到家后，妹妹敖晨一脸惊愕地看着柳西瑶。好美的女人，而且这女人刚才喊自己哥哥什么？主人？哦。老哥在外面都做了些什么呀？他竟然还敢将这女人带回家？还有那个肌肉壮汉，就算他说自己是特种兵，我也会信的好吧？竟然叫老哥为老大。此刻，柳西瑶如同一名称职的女仆般，将双手重叠放在小腹处，安静地站在我身后。孟奎显然有些不知所措，他性格虽外向，但这是自己所效忠的老大的家人，他不知道自己该如何与之相处。最终还是我的母亲张红主动说道：“都饿了吧？来吃饭吧。”她在得知儿子即将回来后也不睡了，连夜做饭，就为了让儿子和丈夫能吃一口热菜。只是没想到儿子又多带了2个人回来，如此一来，饭就有些不够了。但好在我提前准备了不少罐头，打开一些，凑了一大桌。见孟奎两人拘谨地站在一旁，我连忙叫他们过来一起吃。孟奎正要上前，柳西瑶却是说道：“给点罐头就行，我不能和主人同桌吃饭。”此话一出，在场的人一个个全都目瞪口呆，敖月怀疑的眼神在两人脸上扫来扫去。我知道了，这个叫做调情。话还没说完，就被我一个脑瓜崩弹在脑门上，痛得他泪水在眼眶中打转，抓起我的胳膊就咬了起来。晚饭过后，我从背包中取出恶魔果实，我这里还有2颗恶魔果实，一颗是响雷果实，另一颗还不知道具体是什么，你们吃了吧？孟奎和柳西瑶皆是震惊，没想到我竟然还有2颗，眼神中透出深深的渴望。敖月十分好奇地拿起2颗果子把玩，随后递给父母看这神奇的果子。然而敖康看完之后却还给了我，给小月吃1颗吧，我们年纪大了，就算吃下也是浪费。是啊，有你保护我们，我们就很满足了。这么贵重的东西，你留着肯定有更大的作用。我已经有青龙果实了，以后提升实力肯定很快。你们吃下果实，也能快速击杀丧尸，然后兑换霸气修行法，这些才是末世中生存的资本。然而说了半天，爸妈2人还是拒绝。不了，以后你如果有更多，再给我们也行。现在我们吃这东西太浪费了。我满脸无奈，转身看向敖月，你选一个吧。敖月早就眼巴巴地看了半天，见终于轮到自己，立刻兴奋了起来。他举着2颗果实，左看看右看看。响雷果实的名声很大，若是吃这颗，自然是最稳妥的。另一颗连名字都不知道，若只是普通种动物系，就亏大了。但是想了半天，他还是把响雷果实还给我。我吃这个吧。你居然不吃响雷？自然系元素化的能力在前期可是无敌的，而且谁知道那个会是什么能力？神赐空间中一罐化魔药剂，能够消除恶魔果实副作用，并让人再吃1颗果实。哥，你现在这么强，肯定能得到化魔药剂。这颗响雷果实很适合你，我吃这颗就好。也行吧，我先鉴定一下，如果能力不错的话，你再吃。鉴定果实鉴定是积分达到1000后才能开启的权限。敖月现在积分为0，当然不知道。我从学校杀回家，又在中心医院门口大杀特杀，杀掉的丧尸已经超过1000，正好能开启一次鉴定。但敖月在听说要1000积分鉴定后，立刻就反对了起来。不行不行，1000积分太贵了。说完，他也不等我反驳，直接抓起这颗若黄金玉米般的果实，一口塞进口中，咕噜一声就吞了下去。我一看，顿时大惊，没想到敖月会直接吃下去。若这颗果子很弱，后悔都没地方去。但是敖月已经吞下一块果肉，木已成舟。我也只能祈祷这颗果子能力够强。在场的众人全都紧紧盯着吞下果子的敖月，时刻关注着他的变化。敖月自己也很紧张地感受体内那股神奇的能量。很快，这股能量覆盖全身，他的身体开始出现异变，而后整个身体迅速缩小，变成一只巴掌大、白毛金纹小老鼠，是动物系。众人立刻明白这颗果实的类别。
别，但是这只小老鼠看起来很不凡，极有可能并非普通种。哥，你们好大！是什么类别？普通种、古代种还是幻兽种？是幻兽种哟。听到幻兽种3字，我顿时大喜，看来妹妹没有赌亏。幻兽种都有特殊的能力，你的能力是什么？你看，说着，敖月身体向下一钻，竟然直接遁入楼层之间的夹层，并且地面没有任何凸起或破坏，就仿佛小老鼠直接与地面融为一体一般。很快，小老鼠从我身后钻了出来，并化作人兽形态。本小姐郑重向大家介绍我的恶魔果实能力。本小姐的果实名为动物系鼠属果实，幻兽种，多宝鼠形态，共有3个能力。其一，为穿越一切土石类障碍，比如遁地、穿墙等，对我而言就像经过一层水幕一般。第二，我拥有一处独立的藏宝空间，可以储存没有生命的物品。说着，敖月将墙角一个拖把拿起来，向自己胸口中塞去。众人瞪大了双眼，看那又长又粗的东西进入他胸口之中，完全消失不见。竟然是随身空间。母亲张红更是将头探到女儿怀里，还伸手进去摸了摸，不见了。而后敖月又伸手进胸口之中，将又长又粗的拖把掏了出来。你这个空间有多大？我最关注这个关键问题。据我所知，第一神赐期间并没有任何储物装备，至于以后是否会有，我并不清楚。但敖月的这个能力，若是空间足够大的话，可以携带很多东西而不怕丢失。现在只有实力方面，但随着果实的开发，这个空间会慢慢变大。还没完呢，我还有一个能力。我更惊讶了，遁地、穿墙加上随身空间已经堪称神技，他竟然还有其他能力。第3个能力是寻宝，我可以感应到宝物的气息，并根据气息锁定其方位。现在我的感应范围能够笼罩半个变城。卧槽！闻言我差点爆出粗口。遁地、空间加寻宝，我突然感觉自己的青龙都不那么香了。但是想想青龙的能力也很多，首先是同时拥有操控风火雷3种自然元素的能力，其次抓着燕云拥有飞行的能力，最后是远比其他动物系更强的力量、防御、速度、恢复能力的加成。两相比较，青龙更擅长战斗，而多宝鼠则侧重于战斗之外的辅助能力。敖月声音突然有些沮丧，但也有缺点。和其他动物系不同，我进入兽形态后，力量和防御几乎为0，完全没有战斗力；而进入人兽形态后，我也几乎没有得到力量和防御的加成，与我普通人时一模一样。但我的速度很快，我估计在速度上的加成至少是其他动物系幻兽种的2倍。说到最后，敖月还是很自豪的。这的确不是一颗擅长战斗的恶魔果实，但其作用甚至比青龙还大。寻宝在这个时期什么才算宝？几乎不用想，就只有恶魔果实这一个答案。当然，也并非完全如此。今后会有秘境开启，敖月的这个能力也能让我们在秘境中获得更多好处。对了，这颗响雷果实放你藏宝空间里，只有这里才安全。看完了敖月果实能力后，我把响雷果实交给了他，并将自己的积分给他们每个人转了30，让他们兑换3色霸气的修行方法。就算没有果实，只要霸气练到极致，同样能成为强者。甚至就算有果实，若霸气不行，也会被末世逐渐淘汰。随后，我又从神赐空间中为他们每人兑换1柄普通军刀，接着便带着大家从家中走出。楼下依旧是数之不尽、不停游荡的丧尸。我化作龙人，一棒子打倒一头丧尸，使其失去行动能力。爸，你用这柄刀把它解决了。敖康有些犹豫，虽然对方是丧尸，但生前曾为人类，他有些下不去手。哥，让我来，我给爸做个示范。说完，他拔出手中长刀，一刀便将这头丧尸斩杀。一股刺鼻的气味散开，敖康皱了皱眉头，但他作为医生，倒也不觉得害怕。我再次如法炮制，制服一头丧尸。这次柳细瑶主动将解决掉。经过2个少女的示范，敖康终于能亲自动手。然后是母亲张红，也解决掉一头丧尸。至于孟奎，他是能够独自解决一头丧尸的存在。身为搏击教练，他的战斗能力也比自己家人强很多。如今他们已经拥有霸气修行法，而武装色的修行靠的便是极致的锻体和无限的战斗。在战斗中熬练体魄是变强的根本。爸，你们先在家附近锻炼，我去远处清理丧尸。与丧尸战斗，除了修炼体魄外，就是获取积分。这是末世中的货币，不仅可以从神赐空间中兑换物品，还可以用来与其他人进行交易。原先的金钱系统已经崩溃。哥，我跟你一起去。敖月见我要离开，赶紧抱住我的胳膊央求。闻言，我眉头一皱，不行，家附近的丧尸我会清理掉一批，你们累了也能回家休息，跟我去远处太危险了，而且你的果实战斗能力也不强。我感觉西南方向有宝物，我可以带你去寻宝。宝物，敖月的话令我一惊。现在的宝物除了恶魔果实还能有什么？行吧，你跟紧我，别自己乱跑。接着，我对孟奎吩咐了一句，便带着敖月向西南方向而去。2人皆为人兽形态，多宝鼠的速度让我大吃一惊。凭借速度和神乎其神的遁地能力，那些丧尸根本摸不到敖月的衣角。虽然敖月自己攻击力不咋地，但也能用游斗的方式将丧尸收拾掉。当我又一棒子敲死一头丧尸时，敖月也成功将一头丧尸斩首，但是频繁使用能力将他累得气喘吁吁，可依旧开心地向我炫耀。老哥，我又解决掉一头丧尸。看着少女一脸快夸我的表情，我笑了笑。我家小月真强。听到我的夸赞，少女一双美眸弯成了一对月牙，一对小酒窝在脸颊浮现。但是战斗中哪里能如此得意忘形？一头丧尸从后方扑来，
想要袭击敖月。他一惊，连忙想要遁地逃开，但是体力的大量消耗让他无法遁地。丧尸越来越近，千钧一发之际，我一棒子将这头丧尸击飞。哥，我打不动了。敖月大口喘着粗气，他既没有像我这样拼命锻炼1个月，更没有霸气天才这种天赋。在我积分的帮助下，他只是获得了霸气的修行资格，还没有觉醒出霸气。多宝鼠对体力也没什么加成，能战斗到现在，已经是他平日里多加运动的结果了。这个方向，我带你去。敖月将长刀塞进藏宝空间，变成兽形，跳到了我的肩头上，巴掌大的小老鼠蹭着我布满龙鳞的脸颊，我直接龙化，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响彻整片云霄，将无数躲在居民楼里的人惊动。他们纷纷探出脑袋，便看到一条青龙踩着焰云扶摇直上，冲上云层之中。青龙大佬竟然来了我们变城，他能将变城的丧尸清理干净吗？又有人将青龙翱翔的画面拍摄下来，上传到神次空间的通讯频道中。他们不敢与丧尸战斗，只能躲在屋子里，通过神次空间与世界各地的人进行交流。变成上空，我根据敖月所指的方向，很快就来到他所言有宝的地方。在那片树林里，化身多宝鼠的敖月使劲嗅着小鼻子，距离宝物越近，他的感受就越强烈。我从空中降落，落在地上之后，重新化作人兽形态。二人迅速向树林之中奔去，这里人烟不多，丧尸也很少，只有零零散散3-2只丧尸，被我轻易解决。快住手！忽然，敖月惊叫了起来。一棵大松树下，一名长相猥琐的汉子正手捧一颗红色心形果实。此刻他的心情激动无比，从城中跑出来，本想躲在无人的郊外，谁知在这片树林中找到了这颗恶魔果实。他不是海米，不认识这是什么果实，但从神次空间的论坛上，他知道无论什么都是至宝。哈哈哈！这泼天的富贵要轮到我王德发身上了。说着，张开满嘴黄牙的嘴就要咬下。我与敖月皆是面色一变，来不及了。随后，我与敖月连忙跑过去，看到灰烬中的恶魔果实安然无恙，赶忙将其拿起。经历了一次末日的我，早已没有所谓慈悲。敖月倒是有些心里过意不去，这和他一直以来接受的教育不符。末世里只论丛林法则，强大便是道理。若我没有这样的实力，获得恶魔果实被强者发现，也是与这个人一样的下场。敖月轻轻点头，虽然末世才第2天，但是从神次空间的论坛中，他也看到了人性的丑恶。妹妹虽然明白这个道理，但心中还是有些难受，紧紧地抱住我的胳膊，和我一起看着这颗果实。红色心形果实上面有黑色卷曲纹路，两人作为资深海米，认得这颗果实，这是海贼世界中最贵的果实，和尼卡果实一样，价值50亿贝利。这是手术果实，前世中获得手术果实的人是一方极有名的强者，但这个猥琐男人和自己印象中那名强者却无一分相似。想来这个猥琐男吃下果实后没多久就死了，然后手术果实又重新刷新在了世界其他地方，并被真正的强者吃下。末世中的恶魔果实和漫画里一样，只要能力者死亡，果实就会重新随机刷新，因此后期也有体术强者去猎杀弱小的能力者，试图自己获得刷新的果实，但成功率极低，因为刷新地点无人可以预测。哥，手术果实可以给爸，他肯定会喜欢这颗果实。敖星立刻就想到了手术果实最好的归宿，父亲敖康是一名外科医生，他定然会对其感兴趣的。宝物到手，我再次化作青龙，让敖月坐在自己背上，快速返回家中。而父母的体力不足，已经回家里休息了。柳熙瑶正殷勤地服侍着二人，让他们颇感不适。孟奎则依旧独自在楼下战斗，他知道仅仅投靠我还不够，今后要想得到重用，自己也必须有足够的实力。楼下此刻也有不少人在尝试击杀丧尸，毕竟神次空间的兑换商品实在太吸引人。可是纵然最便宜的3色霸气修行法，每一个都需要10积分，也就是要击杀足足10头丧尸。他们拿出菜刀、铁铲、木棍等家中能用的一切武器，试图与丧尸搏斗。但是丧尸的力量、速度、防御皆远超他们，不时便有人被丧尸袭击，或者被抓到后感染成为新的丧尸。孟奎看到我回来，立刻向我汇报了我离开后的情况。辛苦了，累的话就回去休息吧。我很满意孟奎的表现，这种吃苦拼命的精神是在末世活下去的保障。不，我还要继续战斗。由我赠送积分购买3色霸气修行法后，虽然依旧没有觉醒出霸气，但孟奎明显能感觉到自己的每一次战斗都能让体质有些微提升。他是搏击教练，身体的状态几乎开发到极致，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实力提升的快感，因此他格外珍惜我赐予他的这个机会。若没有我，他虽然自信可以斩杀10头丧尸，但估计至少也要5天之后。行吧，量力而行，别太勉强自己。随后我带着敖月上楼，一进门就看到柳熙瑶正为母亲张红捏腿。二老的体质虽然不错，毕竟年龄大了，经过这么激烈的战斗，身体酸痛无比。柳熙瑶的手法虽然不正规，但有人按一按还是舒服许多。主人，看到我进门，柳熙瑶立刻乖巧地喊声主人。这女孩的确懂事，我觉得自己的眼光不错。孟奎和柳熙瑶这2人都有培养的价值。进屋后，敖月立刻松开我的胳膊，跳到父亲身边。爸，我们给你带了一个好东西。说着，他炫耀似的从胸口拿出手术果实，放在敖康眼前。超人系的手术果实哟，爸，你是医生，肯定会喜欢他的能力的。当看到手术果实出现的那一刻，柳熙瑶的心都颤抖了一下，但她立刻稳定心神，继续卖力地为张红捏腿，只是心中巨震，越发庆幸自己的选择。敖康倒是没怎么激动，毕竟他没看过海贼王，从女儿手中接过手术果实，好奇地打量着她。手术果实吃了之后能做手术吗？他从果实名字上理所当然的如此推断。但是我会
会做手术呀，难道能让我做得更加精细？敖月立刻为他解释，手术果实可以制造一个空间罩，在这里面你可以切断任何东西，并且可以在这里瞬移。敖月解释的有些乱七八糟，见父亲还是不太了解，他又找到手术果实的视频，把罗的能力一个一个展示给父亲看。敖康越发惊讶，恶魔果实果然神奇，只是爸年纪大了，这颗果实还是你们兄妹留着吧。你和妈实力强了，我也能安心做自己的事情，不然我还要一直牵挂着家里。我故意这么说，敖康听到后果然被说服了。作为父母，他们不愿成为子女的拖累。随着老爸一口咬下，难吃的味道在口腔中弥漫开来。敖月见他皱眉，连忙解释：恶魔果实都很难吃，千万别吐，不要嚼，直接咽下去，只吃一口就行。快，感受体内恶魔果实的力量，看能不能使用出来。敖康照做，顺着体内力量的指引，他轻轻抬手一按，一个透明的罩子就出现在身边。看了眼不远处的拖把，心念一动，他便与拖把调换了个位置。见状，我和敖月都很开心。再试试切断万物的能力。敖康将放在旁边砍丧尸的军刀拔出，对着桌子砍了下去，桌子顿时如同纸糊的一般被砍成两半。爸，砍我试试。敖月兴奋地跳到父亲面前，让他把自己砍断。敖康无语了，虽然已经听女儿讲过手术果实的能力，但听到要被砍的要求，还是觉得怪怪的。不好吧，爸的操作还不太流畅，万一伤到你了。敖月不听，可无论他如何央求，敖康都不愿意砍他。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其他地方试试，找到更多恶魔果实，咱们就能称霸变城啦。敖月的提议让我心动，妹妹说的没错，她有这个能力。若是只在变城发展，实在太过浪费。现在很多恶魔果实还没有被发现，或者有能力者死后，他的果实刷新还未被其他人获取。自己若趁着这个时机，利用敖月的果实天赋收集更多恶魔果实，不仅能提升家人的实力，更是一笔价值极高的资源。未来，当人们熟悉这个崩坏的世界，并在末日中站稳脚跟后，各大势力也将纷纷出现。我虽然强大，但还没有横推全世界的实力。这些果实就可以用来交易，获得自己最需要的东西，或者用来笼络强者，使其成为自己的手下。但是家人的安危，我始终放心不下。父亲看出我的担忧，小星不用担心，现在爸也有了恶魔果实能力，还有柳姑娘和孟小哥的帮忙，我们没问题的。爸会保护好你妈的。你爸说的对，你们放心去做自己要做的事情，有你帮我们的这些，我们已经可以在末世里生存了。主人放心，我们会照顾好咱爸妈的。我还挺感动，自己收的这2人不错。那就将我爸妈交给你们了，我再给你们一人转400积分，让你们实力更快提升。既然妹妹提议一起被通过了，那么就要尽快实行。而后我又通过神赐空间消耗10积分建立了一个交流群，并将父母、妹妹、孟奎、柳希瑶几人都拉入进来。如此一来，我纵然离开，也能随时和家人交流，了解他们的情况。忙完这一切后，我就带着敖月离开家中，坐上停在门口的大货车，向城外而去。去哪儿？方向的问题交给你了。你是多宝鼠，就算感应不到宝藏，你的直觉应该也是有用的。到西面的省城去吧，那里人口多，城市大，可能出现恶魔果实的概率也会更大一些。遵从多宝鼠的直觉，我开车向城西开去。路上我们时不时的下车大战一场，体力耗尽后便返回货车，一边赶路一边休息。但大货车终究不太方便，敖星觉得还是需要一辆越野车。进入省城后，我们依旧沿着向西的直线前进。这里的丧尸果然比变城要多100倍，并且有军队在这里有组织的清剿丧尸，枪炮齐鸣，将大批丧尸击退。但是除非核心部位被炸没，不然他们依旧有行动能力。而我的这辆大卡车也被军方拦截了下来。前方军事行动，此地进行。那个方向有连夜搭建的避难所，周围是我们军队驻扎，绝对安全，还有定时提供的食物和水。谢谢，国家的确在尽力阻止这场灾难，可惜这场灾难不是凭人类文明可以对抗的。我并未按照战士指示的方向去避难所，而是将车调转方向后选择绕过这里。好言难劝该死的鬼，现在我们也无力去管这么多事。我们开车返回了之前来时的岔路口，向北走了大概7、8公里后，再次向西行驶。这里没有被军方包围，丧尸依旧猖獗，偶尔能看到依托楼房与丧尸作战的人。他们使用各种办法击杀丧尸后，立刻撤回房子中，休息过后再次出来找机会杀丧尸。所有人都在想尽办法在末世中生存。虽然没有找到果实，但我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东西。这辆车说是越野车，其实相当于民用的装甲车，除了没有定位系统和武器系统外，坚固的一比，是我理想中的车型。此时一名青年依托猛士在车门开了一个洞，然后他钻进车里，将一根长矛伸出来刺杀来袭的丧尸。虽然很难直接命中头颅，但慢慢磨也能让他杀掉几头丧尸。我将大货车停在这辆东风猛士旁边，和敖月一起跃下，龙人形态启动，一根加厚加重的棒球粉所向披靡。这根棒子很好用，哪怕我已经有积分去换取一柄快刀，也依旧使用这根棒子。躲在车里的青年看到身边突然有一辆大货车停下，心中咯噔了一下。
我靠！青龙大佬，青龙大佬也要抢劫我吗？正当他胡思乱想时，我已经清理完这里所有丧尸，并对着车窗玻璃敲了敲。装甲车里的青年小心翼翼地打开车门，他知道若是这位青龙大佬想的话，能够轻易破坏他的车子，所以还是老老实实的配合更好。一辆货车，半车厢的柴油，我要你的这辆车。不是抢劫，一辆货和柴油换我的往事，虽然亏，但比预想的好太多。反正换车后货车就开不走了，不如直接拿来交易。至于柴油，我也带不完。这不是傻子，很快就明白了我的目的，这是想空手套白狼啊！大佬，我什么都不要，求您带上我，车子我送您。经过了近2天的末日生存，他已经深深明白末日的可怕。此时有大腿不抱，更待何时？我顿时无语了，这货脸皮真厚。我还有事，不能带你。这样吧，30积分足够你兑换3色霸气修行法了。大佬，带上我呗！我学习过荒野求生，我能做多事情。他是末日狂热爱好者，还特意定制了这台加厚民用装甲车，并准备了全套野外求生设备。你看这车，我定制的，还有那些装备，我准备的，我真的能做很多事情。我还有事，带你是不可能的，但我可以帮你清理掉别墅里的丧尸。有30积分兑换霸气修行法，你也能自己慢慢变强。有点气馁，但是能够兑换霸气修行法也是不错。我和敖月带着这青年走入他的别墅中，将他失化的家人和爱犬全部击杀。好好修炼霸气，你也能成为末日强者。大佬，我叫林天，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如果我想找你的话，该去哪儿找？对自己这么执着，但告诉他也无妨。若此人真的有天赋，以后倒可以收为己用。我叫敖星，家在汴城。若你能徒步来到汴城，我就考虑收留你。敖星吗？徒步到汴城而已，我一定可以做到。即使击杀丧尸也没用。纵然砍掉丧尸的脑袋，这些死亡的丧尸也会被其他丧尸吞噬，并引发进化。想要彻底消灭丧尸，需要放火焚烧，将其尸体彻底焚毁。然而丧尸尸体被焚烧时，其体内淤积的尸气会扩散到空气中，使得空气中丧尸病毒的浓度变高，进一步感染体质弱的人类。而且丧尸病毒会在高温下被催化，变得更加强力。这是个两难的抉择，唯一的办法就是修行霸气。霸气是炼体的过程，将身体锻炼到极致，就不惧丧尸病毒与丧尸。其他方法都是扬汤止薪而已。你的藏宝空间再大点就好了，这样我们就能把柴油全都带上。现在燃料有限，我们能寻找的范围也就有限。你以为我不想？果实能力的开发哪有这么简单？少吃这些垃圾食品，累了去神赐商店兑换一块水肉，能很好的补充体力。在西南方向，感觉有宝物。闻言，我精神一振，听到有宝物，我立刻兴奋了起来，也不再下车击杀丧尸，而是尽量绕开，全速朝着敖月指的方向而去。当我们终于来到目的地附近时，却发现事情并不简单。这里是一个工厂，并且外面被安装了铁丝网，许多小型机器和废弃桌椅被堆在门口抵挡丧尸入侵。障碍后面有人用工厂中的工具改装了一些长柄刀，用来击杀试图破坏障碍物的丧尸。工厂内还有不少人在四处走动，查漏补缺，以防丧尸爬进来。若发现有丧尸攀爬铁丝网，立刻就有人拿着如同长矛一般，焊接着尖锐利刃的长棍将丧尸捅下去。这里俨然已经成为了一个初级安全基地，能做到这一步，证明这里的组织者很不简单。你在车里等我，外面丧尸有些多，并不适合你修炼。哥哥，你要小心。这小子不要命了，等着看他被撕碎吧。哦，天哪，我看错了吗？这小子好强！周围的丧尸都被我所吸引，但我依旧没有开启龙化，因为我如今已经达到铜脾境。本就不错的身体，加上1个月辛苦锻炼，给了我一个健壮的底子。霸气天才直接觉醒霸气，又有被动提升和主动修行速度翻倍的双重效果。我的霸气进重飞快，在末日开始的第2天就达到了铜脾境。所谓铜皮，当然不是真的皮如铜铁，炼体由外而内，皮肤是身体的第一层屏障，将皮肤练到坚韧的地步，能够大幅降低身体受到的冲击，以及攻击时承受的反震力道。这是身体在锻炼中的第一次蜕变，力量、防御、速度、恢复能力等也全面提升。
青龙果实哪怕我不龙化，也为人形提供了一定的体质加成，这才让我可以在不用能力的时候，也可以轻松击杀丧尸，并且不用能力击杀丧尸的难度挺上，对于霸气的提升会更快。他那辆车我知道，是东风猛士，属于民间装甲车。他本可以开着这辆车离开这片丧尸群，却特意停在我们门口，一定是对我们的基地有想法。他想干什么？抢我们的基地？要不要告诉老大？快去老张！老大，外面来了个高手，一个人杀了上百丧尸，还开着辆东风猛士停在门口。兄弟们觉得他可能对在咱们基地有想法。果然是一名高手。他击杀丧尸实在太过轻松，给了我极大的压力。若此人对我们的基地心怀不轨，我们能够对抗这个人吗？足足1个小时后，工厂北门前的丧尸终于被我清理一空。甩着酸痛的胳膊，我大步来到工厂门前。我要进去拿个东西。你要拿什么？我总不能说自己要拿恶魔果实，看样子这里的恶魔果实藏在一个不起眼的地方，不然早就被这些人吃掉了。拿点蔬菜。这话一出，我更加确定他就是奔着我的基地而来，并且要骗我开门后占据基地。兵法里有个什么来着？假途灭国。我虽然只是一名普通工人，平日里也是会读兵法的。这人别想骗我们自己都不够吃，你去其他地方找吧。就是，别想骗我们，去别处找。我如果一定要去拿，我虽然不是好人，但一般情况下也不会随便杀人。希望这些人能够识趣。妈的，我们这么多人会怕你？有种的进来！来啊，看谁怕谁！我以为能吓到我们，老子今天就等着你进来。看看你怎么应对。就在这时，一股无形气势扩散开来，工人们只感到仿佛面对惶惶者之威，心中战栗恐惧，甚至有人扑通一下跪倒在地。最胆怯的几人甚至直接被吓晕了过去，只有老张等几个已经开始修行的人还能直视我。绝对是霸王色！霸王色！头，让他进来吧，就算让他做头也不丢人。是啊，强者为王，不丢人。我释放出霸王色后，就已经不打算继续和他们谈判，实在太过浪费时间。我手中棒球棍上包裹着一层黑光，用力一砸，众工人辛辛苦苦布置的障碍便被破开。老张握紧了手中兵器，但终究没敢出手。最好老实点，想想自己和丧尸的脑袋谁更硬。小渊，过来！一直看戏的敖月听到我的召唤，立刻拔下钥匙，跳下车子，一蹦一跳的向我跑来。他一边嗅着秀气的小鼻子，一边领我向仓房后面走去。你们是谁？滚开！小兔崽子，你说什么？敢这样跟老娘说话，待会儿把你吊在门口喂丧尸！哟，还带着一个漂亮小姑娘呢，从哪个会所带出来的？一会儿和工厂里的小伙子们好好玩玩。秀妍，杀人了！老子跟你拼了！兄弟们，一起上！我们的女人受到欺辱，不能放过这个恶人。骂自己我未必会如何，但骂自己的家人，我绝对会让对方付出血的代价。小渊，很多时候人心的险恶比丧尸怪物更加可怕。如今的你已经敢于击杀丧尸，但是你敢杀人吗？秩序已经崩溃，有人欺你辱你，你就要给他血的教训。想要在末世中生存下来，就要收起不必要的慈悲。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虽远必诛。他是恶魔果实能力者。对不起，不要杀我，求求你放过我们，我们什么没做。小月，末世规则，斩草除根。既然仇恨已经种下，那就永绝后患。哥，骂你的人已经死了，他们是无辜的，就放了他们吧。小玉，这就是末世，一点矛盾就会引发冲突，但凡冲突，总要以一方死伤为结束。上一世我曾经以为杀掉和自己有矛盾的人就够了，我以为自己足够冷血，却还是因那一颗圣母而丧命。这一世我宁可被骂作恶魔，
也绝不会再有一丝心慈手软。来到熬月感应中的地方，这里是工厂食堂储存食物的仓库。我一棒子暴力将其破开，找到了被挤压在下方一个水果筐中的恶魔果实，依旧是自己不认识的种类。但是刚走到工厂门口，就看到自己的车子已经被人开走了。虽然熬月将钥匙拔了下来，但民间总有开锁的高手能够做到。我直接化作青龙，驮着熬月上天，很快就看到了自己的车子。青龙俯冲而下，一个撞击就将车撞飞。大佬，求求您不要杀我，求求您！回到车上，调皮的熬月一路上都很沉默。他今天当真被我杀伐果断的手段吓住了，就仿佛那不是自己的哥哥一般。哥，你之前好可怕。小月，记住现在已经是末世了，除了我们的家人，任何人都不能轻易相信。哥，你是不是重生了？哥，你是不是重生了？卧槽，老子露出过破绽吗？这丫头为啥突然这么说？你疯狂囤粮，还让妈一定要请假带我回家，那么坚定，你一定是知道的。而且自从你回家之后，我就感觉你好陌生，就仿佛是另一个人一样。我想出现这种情况只有2个原因吧，要么是你重生了，要么是你被夺舍了。说到最后一句，熬月声音越来越低，他不敢看我，生怕自己哥哥已不是本人。臭老哥，哥，我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的。哥，你前一世是咋死的呀？我在你前世里厉害不？还有咱爸妈，他们安好吗？你们都死了，但是这一世，无论是谁胆敢伤害你们，我都要诛他9族。从工厂离开后，我们继续向西而行。路上遇到丧尸群时，我们就下车与丧尸战斗。为了锻炼霸气，我也不再开启青龙的能力。熬月还未觉醒霸气，实力很弱，靠着多宝鼠的速度加成，他倒也能与丧尸战斗的游刃有余。2人就这么一路向西走了3天。3天来，我们没有再发现恶魔果实，这让熬月最初的热情也有些低落。他甚至怀疑是不是自己的能力出了问题。但我告诉他，这才是正常情况。前世我活到了第2神次期间，经过某强大势力统计，出现过的不同能力者共有1万多。虽然比漫画里那不到100的恶魔果实多得多，但平均到全世界近100亿人口上，我能在这几天内连续获得5颗恶魔果实，已经很难得了。哥，我们往那个方向去。熬月指着岔路旁的一条小路，我惊讶地看了看地图，那里通往大山之中。前世也的确有不少人跑进深山之中，他们虽然躲过了异变人群，却也失去了成长的机会，最终不幸殒命在山林中。我感觉那里会有好东西。熬月自己也不太确定，毕竟直觉这种东西太过玄幻，但我很信任他，立刻开车向山中而去。没有丧尸堵路，车子开足马力，速度飞快。熬月将小腿翘在前方，一边晃着腿，一边吃着零食，并在神次空间中刷视频和帖子。太好笑了！哥，刚看了个帖子，有人没有得到恶魔果实，在那儿抱怨呢。喂，你那是什么表情？你知道这个抱怨的人是谁吗？我觉得不管是谁，都不可能有这么好笑。是尾田。尾田老贼估计要被气炸了吧？你不知道这个帖子现在在神次空间中被传疯了，还有人想让尾田传授霸气技巧呢。结果尾田表示，我就是个破画的，懂个屁的霸气。想想前世里，好像尾田的确没闯出什么名声。纵然神赐用的他笔下世界，却也已经和原作者没什么关系。眼看着天色渐黑，我打算将车子停在路边休息一夜。刚刚拐过一个山角，忽然看到前方有些亮光。有光就代表有人，但末世里他人最惜不得。我虽然残暴，却不至于对无辜之人下手。末世里人心难测，贸然借宿太危险，还是在外谨慎休息为好。我将车子停在路边，借着点那里的亮光，便打算就在此处过夜。熬月从车厢后取出一套野营设备，将一个大帐篷就地铺开。末世虽然危险，但在我的细心照料下，熬月倒也不害怕，反而有种刺激感。哥，怎么了？狮吼。狮吼是什么？狮吼就是丧尸的怒吼。可是你何曾听到丧尸吼叫？丧尸的身体腐朽，声带也腐烂，因此他们无法出声。但是随着丧尸进化，他们的机体就会逐渐修复，并渐渐拥有基本的肉体功能，比如说话。但若想发声，至少也得是1星丧尸。1星？刚刚尸变的丧尸只是5等级的丧尸而已，除了力量大一些，骨头硬一些，并不难对付。
就算是普通人也有机会将其击杀。当他们吞噬血肉，将身体修补完成，到此时他们的速度更快，也能使出人类般的搏击动作。这时候他们就是一星丧尸，也被称为肉尸。想要对付肉尸，至少也得达到铜皮境。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你回车上，我去前面看看。若只是肉尸还好，若是2星的僵尸，我们就危险了。我现在也不过是铜皮境而已，想要对付僵尸，就需要达到铁骨境。但现在末世开启不过5、6天而已，丧尸不应该进化这么快啊！将敖月送到装甲车里，我龙化后提着铁棒向吼声发出的地方而去。当我走近之后，方才发现这个发出亮光的地方是一座破旧的道观——雷祖观。藏于山野，如此破旧，肯定不是被世俗商业包装的道观，这里才会有真正的道士。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妖怪！我一脑门黑线，这么大个光头，心理素质这么弱。我抬脚正要迈入道观，便见道观主殿那破旧的墙壁轰然倒塌，一名肌肤漆黑、身穿道袍的老者正发狂地扑在人身上撕咬，地上散落着几具遇害者的尸体，场面十分惨烈。老道士听到声响，回头看了过来。我与他眼神对上的那一刻，心中暗道不好，不是肉尸，是僵尸。老道士哪怕进食的时候，也将肢体伸得笔直，一双干枯的手上长满了尖锐的利爪，口中是4颗尖牙，赫然便是僵尸的特征。僵尸是肉尸进一步进化时，用大量丧尸病毒强化肉体，结果导致病毒淤积于体内被消化前的状态。淤积的病毒导致丧尸身体僵硬，但也造就了一身铜皮铁骨，极难击杀。好在其致命之处依旧在头颅，只要将脑袋砍掉或者砸碎，依旧能令其死亡。干，这么人迹罕至的地方，哪有那么多病毒给他进化？那僵尸老道已经将手中啃了一半的尸体丢了出去，一跃而起向我扑来。僵尸身体虽然僵硬，但这一跃之下，竟然已经来到我的面前。我连忙举起棒球棍抵挡，僵尸一口咬下，棒球棍上赫然出现了4个深深的牙印。我对着僵尸的脸猛地喷出一口热气，却也只是将他的毛发和衣服烧掉，皮肉虽有些焦黑，却并无大碍。僵尸老道怒吼一声，挥舞利爪再次扑来。雷鸣八卦！虽然不会霸占，但缠绕着电流的棒球棍当真有几分雷鸣八卦的意识。伴随着一声巨响，而后是轻微骨裂声传来。这头僵尸的颅骨坚硬如同钢铁，这根定制加厚加重的棒球棍竟然直接断开，而取得的战绩也仅仅是将其头骨敲出了一丝裂缝罢了。僵尸老道再次发出散发着腥臭的尖牙向我薄情咬来。小月，遁入地下，等我杀掉他再出来。本以为只是肉尸，谁知竟是2星的僵尸。这种僵尸一身怪力，铜皮铁骨，人类文明的装甲车已经不能防御他。敖月也知自己帮不上忙，连忙化作多宝鼠，迅速遁入地下。此时我有些气喘，连续2次使用热吸以及雷电的大力输出，让我体力消耗得很快。而且刚才那一棒也震得我体内血气翻涌。僵尸老道又是一跃，迅速拉近与我的距离，10根枯黑的手指如同利爪，径直向我刺来。我大吼一声，一双龙爪抓住僵尸手腕，二者开始决力。虽然丧尸达到了2星，理论上需要人类铁骨境才能与之抗衡，但我靠着青龙强化的肉体，一时间竟与僵尸对峙了起来。双方决力，僵尸再次探头一咬，我心中一狠，将头颅低下，用头顶龙角去顶僵尸脑门。龙角颇为尖锐，狠狠戳中他的眼眶。僵尸吃痛怒吼，头部受创严重。若是寻常生物遭此一击，必然已经毙命。可僵尸没有痛觉，他头颅后仰，将脑袋从龙角上拔出，紧接着发出一声怒吼，双臂竟然微微弯曲。我眼角一跳，僵尸之所以肢体僵硬，是因为丧尸病毒在肉体中淤积所致。等其完全融合吸收这些丧尸病毒后，会再次恢复肢体的柔韧性。现在这头丧尸的2臂微微弯曲，说明它正在加速丧尸病毒的吸收和融合，不能再这么僵持下去了。我发出一声怒吼，将僵尸双臂甩开，化作青龙腾空而起，龙尾瞬间抽下，抽的这头僵尸一个踉跄，一发雷霆劈落，使其身体更加焦腐。坏风！纵然僵尸铜皮铁骨，也被划出无数伤口。风云动处，青龙冲下，一双龙爪抓住僵尸双臂，将他提起。被坏风吹得身形不稳的僵尸用不上力，被青龙直接带上天空。我怒吼一声，龙爪发力，想要将僵尸直接撕成2半，但是僵尸也在向内用力，我竟然撕不开。自己境界还是太低。化身青龙后虽然可以压制僵尸，但想要将其击杀却也不易。而且就这片刻功夫，我竟然已有力竭之感。如果只是用龙形飞翔，我还能多坚持一会儿。战斗的话，并不能持续太久。我再次冲上云霄，将
笼罩中的僵尸用力立向下方，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僵尸的身体正撞上道观主殿中供奉的那尊高大神像之上。但泥塑的神像又如何抵挡僵尸坚硬的躯体，直接被砸成了无数碎块。僵尸重重摔在地上，身体被撞得伤痕累累，却依旧没有倒下。我也随之落下地面，重新化作人形，大口喘着粗气。这是我第一次用出青龙形态全力战斗，的确很强，但对于现在的自己来说，还是太勉强了。凯多的强，是因为他本就是能够一人灭国的存在，青龙果实只是锦上添花，而我完全依赖青龙果实，发挥出的实力自然天差地别。哥，吃肉。我的体力有所恢复，而僵尸老道也已经翻身而起。我再次化作人兽形态，将武装色覆盖在龙爪上，与僵尸周旋。有武装色和龙鳞的双重防护，可以有效避免丧尸病毒的入侵。但是这么打下去，还是要被拖死。我需要一柄武器。又是一次对碰后，我快速退开。但是这时候进入神赐空间兑换武器已经来不及了。熬夜又没有足够的积分。正当我思索对策时，眼角余光忽然看到神像破碎的泥块旁掉落了一根铁棍。我猛然想起，这里是雷祖关，这根竹节状铁棍正是道观中所供奉雷祖神像手中那根钢鞭。这玩意儿至少比棒球棍结实吧。我扑向那里，将地上竹节钢鞭捡起。由于神像高大，这根钢鞭也更加粗长。寻常鞭锏类武器长度通常不会超过80公分，而这根足有1.2米，鞭身也更粗壮，手感更加沉重。以自己如今的力量用起来，确实刚好。我刚将这根竹节钢鞭捡起，僵尸老道便已经重新扑来。他的躯体已经破烂，但攻势却依旧迅猛。我用尽自己最后的体力，释放出最狂暴的电流，雷电与武装色尽数缠绕在这根竹节钢鞭之上，朝着僵尸老道的脑门悍然砸落。巨大的反震力道震得我掌心如云碎裂，但僵尸老道的头颅也在这一鞭之下被砸成粉碎。打出这全力一击后，我脱离了人兽形态，再也握不住沉重的竹节钢鞭，将其丢在地上，只感到浑身上下都是酸痛无力。地下的熬月听到战斗声停止，小心翼翼地从远处现身。当看到瘫坐在地上喘息的我时，连忙跑过来为我送上水肉和淡水。稍微休息之后，我俩才进入残破的道观之中查看。门口最初见到的光头已经在战斗余波中死去，关中到处是破碎的神像和翻倒的器具，地上躺着几具遇害者的尸体。后殿是老道士曾经生活的地方，在大殿倒塌的时候，也只有这里还依旧完好。这里应该是安全了，今天就在这里休息吧。我将装甲车开到门口，堵住大门，以防他人或者丧尸进入。我搬了个凳子坐在院外，仰头看向夜空，忽然心中一动，心神进入神赐空间内。因你是第一个击杀星级丧尸，将获得1次奖励；又因你于末世开始10天内击杀星级丧尸，奖励品级提升；又因你直接击杀2星丧尸僵尸，奖励品级再次提升。请你于以下3个称号中任选一个。称号，我精神一振，就如同第一次选择的天赋一样，称号也是一种极其稀有而罕见的东西。至少我上一世努力了那么久，也不曾获得过任何称号。称号1：丧尸杀手，对丧尸造成的伤害永久提升1倍。称号2：赏金猎人，击杀丧尸获得的积分永久提升1倍。称号3：神赐会员，成为尊贵的神赐空间会员，你将拥有1次1折兑换机会，并且你在神赐空间中兑换物品都将享受8折优惠。Oh my god，3个称号依旧如此诱人，杀得更快和赚得更多，相比来说还是杀得更快更好一些，因为杀得快了，赚的自然就更多，并且还有挑战更强丧尸的可能。但是这2样都不如称号3：神赐会员，1次1折机会，永久8折权限，2个唯一兑换选项，隐形黑血统因子和消除恶魔果实副作用的化魔药剂都需要1亿积分，1折就可以以1000万积分兑换一个，并且兑换所有东西都是8折。我大可以用这个权限做中间商，大赚积分，根本不用犹豫，直接选择3：神赐会员。随后我查看自己的个人面板，姓名敖星，天赋霸气天才，称号神赐会员，恶魔果实鱼玉果实，青龙形态，境界断体铜皮，装备雷祖鞭尾，积分9655。咦，我忽然发现装备一栏中有东西，雷祖鞭。我看了看身边这根竹节钢鞭，那是雷祖关中供奉雷祖手中之物，可这毕竟只是普通的东西，怎么会被算作装备？还有个尾字，我之前的那根棒球棍帮我杀了那么多丧尸，也没有被当作装备啊。我将竹节鞭放在腿上仔细观摩，这东西为何如此特殊？只见这根钢鞭充满了锈迹，必是已经历无数岁月，曾经或许也受到万人膜拜，共有18节，每一节上还铭刻有自己看不懂的道家符文。我看了许久，依旧看不出它的特别之处，但之前用这东西敲那僵尸老道时的确很顺手，积分也已经将近1万，要不要把小月的那颗果实鉴定一下？我摸着下巴思索，恶魔果实鉴定费1次1000，对于我来说好像也不多，但是也不急，现在也用不着那颗果实，可以等回去之后再说。我选完后再次进入神赐空间，这次我来到通讯频道里自己建的家人群中，先向父母报了个平安，又询问起家里的近况。今天家里还真发生了一件大事，那便是楼上的陈家父子知道自己家有存粮后来借，当时只有老妈和柳西瑶在家，老爸和孟奎在楼下与丧尸战斗。本来自己老妈好心要给他们一些，结果这父子2人看到自己家满屋的生活物资后眼都红了，再加上觊觎柳西瑶的美貌，这2人竟然直接想要杀掉老妈，夺取物资和美人。幸亏柳西瑶存了戒备之心，
并且锻炼霸气后，虽然尚未觉醒，体质也得到了极大提升，便在这两人发难时将他们反杀。当时自己老妈给吓了一跳，她虽然也杀过几头丧尸，但杀人还是第一次见。对了，我记得老陈还有个老婆和一个女儿，他们呢？老大，他们已经被我杀了。当得知张红受袭，他吓了一跳，自己可是对老大保证过，不会让老大父母受到伤害的。于是愤怒的他突击踹开了楼上陈家大门。孟奎的果断和狠厉令我吃惊，他和自己不同，没有经历过末世，竟然也能如此果断，做得不错。我没有感谢，而是夸奖了一句：我明白末世中上位者该如何做。老大，我查看过了，这栋楼除了咱们家，已经没有活人。我明天打算去弄些建材，将楼道堵上，做点防御工事。行，你小心点。我对孟奎的想法表示赞同。到这时，我方才问起两人的家庭情况。孟奎的母亲身体不好，在丧尸病毒爆发后，昏迷中被他送到医院，结果在末日爆发时失化，直接将孟奎的父亲咬死。孟奎仓皇逃出，开着自己的车子就想逃离城市，因此他效忠我来到汴城，并没有牵挂。柳西瑶和他不一样，他是乡镇户口，自己靠奖学金上的大学。他很聪明，知道利用自己的优势从男人身上攫取钱财，但又能一直让男人得不到他。西瑶啊，你弟要结婚了，女方要求必须有房，你这房子刚买，就先过户给你弟吧。就是，你当姐姐的可得帮衬着点你弟。我不愿意。你个死丫头，翅膀硬了是吧？我供你吃，供你穿，供你上大学，你就是这么报答我的？你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怎么可能这么年轻买房？这房子肯定把房子是你用不正当手段得来的。我们走。结果被拉去转移房产时，末日爆发，他趁乱逃走，并不清楚父母和弟弟现在的情况。当然，他如今也不在乎他们的生死。我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他们是生是死，已经与我无关。以后我只是主人的人，为民做任何事。我唏嘘不已，末世无情，他们若没有遇到自己，大概率已经死在路上。末世中，老实躲在家里，远比向城外跑生存率高得多。好好做事，我不会亏待你们。接着，我又将自己这一路的见闻对他们诉说了一遍，并让他们小心进化过的丧尸。结束通话后，我又和敖月聊了会儿天，看了看神赐空间通讯频道里有没有新的新闻，便沉入了梦乡。道观外，一个小小的身影悄然出现。师傅。